除了拍拍拍，周末玩点啥？本期玩点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恐怖游戏玩家们居家旅行必备的新游《Outlast 2：逃生2》。随着游戏制作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抖儿们在玩家群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更加依赖表现力的恐怖游戏俨然成为当前游戏市场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返校如此，前段时间大热的《生化危机7》也是如此。而逃生作为近些年恐怖游戏的标杆作品，也终于在诸多玩家的期盼下迎来了最新续作《逃生2》。作为一款第一人称潜入型恐怖冒险游戏，《逃生2》及其前作《逃生》仍处于同一时间线内，还是熟悉的充满阴谋的场景，还是绿油油的摄像机。面对怪物，只能还是惊慌而逃。本作中，玩家需要扮演一位名叫 Blake Langryman 的摄像师，他将携手自己的妻子 Line 一起追寻一个谋杀孕妇案的真相。天有不测风云，在查询真相的过程之中，玩家乘坐的飞机坠毁到一个信奉邪教的小镇上，幸的是没死，不幸的是和妻子走散了。在这个诡异的小镇上，玩家需要不停躲避邪教徒的追杀。当然了，开发者还准备了一系列不可描述的恐怖事件等着玩家享受，而整个制作方对于邪恶宗教的批判思想会以各种极端的游戏细节展现出来，就像游戏开始的逆十字，还有那面目狰狞的老人所咏唱的经文。玩家在游戏中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玩家没有任何攻击能力，陪伴你的只有一部通过电池供能的摄像机，你需要时时关心摄像机的电量。在画面表现力方面，《逃生2》比起前作在画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场景和背景更加的真实。游戏在恐怖氛围的塑造上，因为有前作的经验，因此无论是音效、BGM 还是细节都更加的无懈可击。值得一提的是，新作增加了大量的户外游戏场景，恐怖不再只局限于某一条走廊或者一栋房子中，空旷而黑暗的野外隐藏着让玩家更加窒息的恐怖气氛。你很难相信这是一款采用虚幻3引擎打造的游戏，在保证足够的画面冲击力的前提下，极大降低了玩家的 PC 配置要求。而且凭借逃生系列庞大的粉丝数量，《逃生2》将要上市的消息一经爆出，就受到了诸多玩家的关注。官方的跳票行为更是极大刺激了玩家们的购买欲望。既然如此，《逃生2》这款游戏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说起游戏本身，那就不得不提到游戏的制作公司 Red Barrels。Red Barrels 是一家位于蒙特利尔的恐怖向游戏制作公司。在研发逃生系列作品时， Red Barrels 甚至聘请了心理学家来参与游戏的制作，此举为的就是让玩家体验到更加纯粹的恐怖。作为一家恐怖游戏公司， Red Barrels 旨在向大家表达最可怕的怪物来自心灵这个理念，因此在他们的游戏中往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怪物，那一个个面目可憎的恐怖影像都是人格扭曲之后的人类。游戏着力想表现的就是希望带领玩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人性的黑暗面，并挖掘那藏在黑暗深处的诡秘。说到底，《逃生2》并不是恐怖游戏的巅峰之作，游戏为了给玩家更多的恐怖体验，在其中融入了许多血腥和暴力的元素。澳大利亚评级机构甚至因为游戏内的大量成人暴力元素而拒绝给《逃生2》评级，并且禁止《逃生2》在当地发售。虽然现在《逃生2》还是以18禁的评级得以在澳洲出售，但评级机构仍勒令发行商在发售前对澳洲地区的游戏内容进行修改，移除不该出现在游戏中的内容。现在游戏已经正式上架 PS4、Xbox 和 Steam。Steam 国区售价88元。面对如此惊悚的游戏，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想脱手，又对自己的承受能力没有把握，那你就需要学习下面这招祖传秘技——口音幻乐大法。
此招保管你在各种恐怖片、恐怖游戏面前毫无惧色，甚至还会情不自禁露出微笑。好了，关于游戏的更多相关消息，百度搜索全球单机网了解更多。各位观众老爷，咱们下期见。